院长，您找我。有件事你必须要知道，冰云被抓了。北齐锦衣卫干的，沈仲亲自抓的人。人还活着吗？活着。北齐要当他做谈判的筹码，他们要什么？首先要拿回这一州之地，其次要归还战俘，还要给他们北齐死去的兵丁发放抚恤。最可恨的就是这最后一条，他们要用萧恩和司礼礼换回严公子。萧恩啊，监察院地牢里关着那个。没错，那可是北齐的盖世魔头啊，曾经和陈萍萍齐名。那时候陈萍萍率黑旗千里奔袭，以双腿的代价才把他给抓回来。这样的人物要换回去。说的是啊，不过这次国战多亏了严冰云打探军情，传送密报，咱们才赢得那么顺利。更何况他还是监察院严若海的亲儿子。不换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。其实他们真想要的是萧恩和司礼礼。萧恩不能放，此人归齐必将疯狂报复。作为陈国子民，我不能接受。不是放，是换。换冰云回来。我连夜北上，潜入北齐国都，设法救回犬子。此时北上救人比登天还难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如此。换不换不是你来定的，学长，也不是我。此事只有一个人能定夺。侯公公在，马上让监察院放人。陛下。另外，告诉鸿胪寺，朕打下的江山一寸都不放，其他的条件都好谈。那个严冰云必须活着回来。领旨。陛下就这意思。萧恩不能放啊！严大人，陛下有口谕。陛下知道萧恩是怎样的人，监察院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。严冰云忍辱负重，潜藏在北齐国都，呕心沥血。朕都知道，用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换回我庆国的未来，值了。严大人，还有你们，陛下还说了，要严公子活着回家。臣领旨，谢恩。谢陛下圣恩。范闲，把提词腰牌给我。给我。范闲，我们会再见的。陛下，鸿胪寺与北齐那边已经商谈定论，东夷使团那边也已经将礼物悉数转交，准备离京了。
虽有波折，鸿胪寺办事还算周密。传旨，明日启年殿设下夜宴，君臣同庆。是。但慢着，让北齐和东夷使团陪坐。快去！奴才明白，定会办好。明日夜宴，百官云集，北齐朝臣、东夷使团欢聚一堂，可谓盛事。庄茂涵呢？谁？我是说庄茂涵，他好像没有参与谈判。确实没有。进京都以后消失了一次，之后就一直在屋内静坐看书，再无其他举动。那就古怪了。一代文坛宗师千里迢迢来了京都，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就为明日吃顿宴席。明日夜宴要想发生什么，转瞬之间天下皆知。院长的意思是说，庄默涵明日夜宴会有所举动？若有企图，必在明夜。那我们当如何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瞧着就行。那岂不失了先手？也没其他法子。不知庄茂涵意欲何为，自然无法防范。还有一事，北齐那边送来消息，犬子被擒，或是因身份被人透露。北齐密探里有人告密？不是北齐那边。你的意思是说京都？是京都有人把他卖了。冰云潜伏北齐，此乃绝密，除了陛下以外，只有我们监察院的人知道。难不成是院里有人卖国？为什么不能？院长，属下以为当立即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这是心腹大患呐！此事到此结束，不必再提。是。监察院成立这许多年，光阴流转，昼夜时刻，有些老东西也该换了。爹，找我。回来了，来坐。鸿胪寺的谈判告一段落了，明日上殿去稳这些，啊。您说的是明日晚上的夜宴？这顿饭有什么不对吗？天下皆知，文坛泰斗尽在北齐。早些年，读书人甚至以北齐科考高中为荣。今年虽好些，但要说到文人，我庆国总是略有逊色呀。如今庆国文坛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。我？文坛？前些日子你写的那首《万里悲秋》被我朝文人评为当世奇言第一。哎呀，私底下很多人在说，这年纪就有如此成就，将来未必输给庄默涵。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一首诗是少了些，只是我朝盼文韵，如求甘霖。司马也当活马医了。那你就是那司马。所以明天晚上，所有人就在那儿看着我和文坛宗师庄默涵的见面。哎呀，也不是让你语出惊人，你只要行止稳健，这就够了，啊。明天晚上您去吗？哎呀，明天设宴是为了鸿胪寺和礼部准备的，我以户部侍郎去做什么呀？别慌，我只提你一句，庄默涵何等身份，怎么可能真与你这小辈为难呢？
好。明日夜宴，范闲议之，烦请庄先生为此子声明。你挂了红灯笼，说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就一直特别好奇，你到底是能不能看见？怎么我挂个灯笼你也知道，连什么色儿都知道？我很难解释。我能知道这一切，但不是靠看。心眼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说，我觉得你一直这么神秘，谁要是敢惹你，一定是自寻死路。咱们话归正题。明日夜间，皇室在祈年殿设宴。祈年殿，跟王启年有什么关系？跟谁？王启年。说，我觉得你不只是神秘，怎么最近思维也这么跳跃了？思维？我觉得，祈年殿跟王启年没什么关系。好吧。说正事儿啊！明日宴席主要是为了庆祝北齐一役尘埃落定，也算是件盛事。哦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找你过来？我不问，你就不说吗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！好，明日宴席散后，咱们夜闯后宫。决定了。一场盛事过后，正是松懈之时。好，计划不变。我引开洪慈祥，你入太后寝宫，找到钥匙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太后会把钥匙放在哪儿，所以藩长需要花些时间。他枕头下床板处有一处暗格，紧要东西都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姐当年翻过。老娘为什么要翻太后的暗格啊？老太太寡居多年，看上去一本正经，不知道私底下会不会藏些情书。这是小姐当年原话。他就为了看点八卦，就去翻当朝太后的家底。虽然我不知道八卦是什么意思，但你说的没错。没人发现吗？是我替他把的风。你笑什么？千言万语，一时不知如何形容。形容什么？唉，先不管这些。总之，最大的难题，老娘当年已经帮我解决了。现在，只要确定钥匙在哪儿，我十有八九能拿出来。盗走钥匙，老太太怕会发现。放个赝品回去。你没见过正品，怎么事先做好赝品？这个我有办法。好，明日夜里，在这儿等我。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约的。你约了人？大人，进来吧。深夜叫我前来，是有何吩咐？有个事儿想问你。大人，请问。祈年殿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那就对了。什么那就对了？没什么。自己做。嘿，大人不必客气，我站着就行。大人，
我听说您在鸿胪寺威震北齐使团，为庆国立下了丰功伟业。明日我会参加夜宴，大人英姿勃发，败将入相，指日可待。这银子是给我的。是，谢大人。哎呀，大人，您下回再赏我呀，您赏我银票，银票好藏些。然后我要夜闯后宫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夜闯后宫，然后潜进太后的寝宫，偷一把钥匙出来。当然了，为了避免老太太发现，还要连夜做一把赝品放回去。大概就这么个计划。您这是开玩笑呢？没有啊，您当真要做此事？是啊。这可是灭门的罪过。应该吧。那这事儿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我刚才说了呀，我得连夜做一把赝品钥匙，得找京都最好的锁匠。我对京都又不熟，得找个人面广的。你呀，此事要是把我牵连进去，那我也是死罪。哎，你就帮我找了个锁匠，做了把钥匙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那你就光跟我说找个锁匠，对吧？你干嘛要跟我说那么多呀？我本来也想这么说的，但是不行啊。明天，你得在皇宫外边等我。大人，你就不怕我告发你？你就这么信任我，把你的身家性命都交到我手上？我当然信任你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帮我只是冒点小险，害我才是死路一条。此话怎讲？你也知道陈萍萍怎么对我。院长待你如子侄，所以呀，如果是我告发你害你性命，那院长他一定把我给千刀万剐了。我就说你是个聪明人吧。那你干嘛不让大人帮你这个忙？哎，有些事儿大人物做反而不方便。我还能说什么？随便你啊。我认识个好锁匠。好，让他明天晚上等我。好。从今往后，你每月俸禄再加10两。这可是抄家灭门的买卖，你就加10两，你不觉得他有点少？要，你要。下回给银票。什么时辰了？未时了。祈年殿那边布置上了？是，一早就开始布置夜宴的事。给我安排个位子。只是为鸿胪寺和礼部办的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安排吧。是。啊，都等不及了。问过了，祈年殿夜宴有10左右可以入席。殿下，您如此这般吃喝，宴席上又怎能吃得下去啊？这样的宴席，就是喝酒唱赞歌，怎么可能吃得饱？也是，这样的酒席也是走走过场。殿下，您实在没必要特地去。范闲出此的差事办成了，我自然应该当面祝贺他一声啊。这范闲不是已经入了太子门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不然太子怎么会让他去和北齐使团谈判？范闲这样的人物，太子收服不了的。我跟范闲相见不多，却如遇知己。范闲啊，性子跟我一样，不是甘居人下的。
下立于此处多久了？也有半个时辰了。殿下怕衣服上了褶皱。什么时辰了？回殿下，已经有时了。摆驾祈年殿。是。庄先生，车驾已备好，可以出发了。东西我来帮您拿着。大人，锁将那边说好了。好，喝酒去。范大人，哎呦喂，辛大人，真是有缘，确实有缘。哎，范大人怎么不穿官服啊？哎呀，不就吃个饭吗？我又不是什么大官。哦，那好，那待会儿我得多敬您几杯啊。二位大人，循例盘问，若是有什么利器，可不能带入殿内。赴个宴还带什么利器呀？哎，范大人，你听，这个礼乐就是礼部准备的。针算吗？钢针这么长？哦，不行的。稍等啊。现在没了。哦，辛大人，咱们走吧。我被刺杀过，谨慎了些。对，该谨慎，谨慎是对的。毒药能带吗？毒药？不行不行不行！范闲，哎，殿下，这是哪一出啊？哎，别碰，我自个儿调的毒药，宴席里不让带。真不愧是飞阶的徒弟，毒得死人吗？那当然。给我一包。不成。为什么？回头陛下跟太子那边出了事儿，我这没法交代。也是，那算了。哎，范闲，这次你立功不小，前景无量，恭喜！多谢殿下。平时多走动，朝堂里我也能帮你一些。客气。参见二皇子。你是鸿胪寺的那个王辛啊，辛其物。辛其物。我记得你是太子门下的。都是朝臣，都是朝臣。以后在太子那儿待的不好了，就到我门下。啊，应该是没有了。这下确实没有了。哎，别乱碰啊！这里边好几个，我自个儿都不会解。辛大人，哎，想什么呢？你说这宴席二皇子干嘛来了？那自然是为了拉拢像辛大人这样的盖世奇才啊！范大人又拿辛某说笑，那二皇子明明是拉拢您，他怎么会拉拢我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明鉴。辛其物对太子绝对是忠心耿耿，绝对不会改换门庭的。太子殿下，我作证，刚才二皇子确实有所拉拢，但是辛大人是忠贞不二，确实没答应啊。对。多谢范大人慷慨之言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放心，殿下没那么小气啊。是。哎，不对呀，范大人。刚才二皇子说那话明明是拉拢你呀，那怎么现在反倒是让您帮我撇清关系啊？都一样，可不一样啊，大人。
公主也到了。你这贼子可还有脸再见我吗？啊，你哪位啊？岂有此理！当日行凶伤人，你居然在这儿装不认识我啊？郭少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！你看你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，真好。你居然敢把我给忘了！慎言慎言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怨妇。你这个恶贼，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我都在心里记着呢。越发的像了，你来干嘛？他来干嘛啊？我乃宫中编撰，家父礼部尚书，我为何不能来？能来，马上上菜了啊！郭少入座。休要得意啊！范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要亲眼在这个地方，我看着你万劫不复，身败名裂。不闹！父亲，这是什么场合？回去坐着。是。犬子无状，还请小范大人海涵。你又是哪位啊？这位就是礼部尚书郭攸之郭大人。哦，原来是尚书大人。大人放心，令郎顽皮可爱，我完全没有生气啊。别左顾右盼了啊！这边是咱们的座啊！来，这边，咱们这边，来，坐啊！走，哎，范大人，走，范大人。郭宝坤也是太子门下，我看二位还是和解了吧。我倒是没事，你看他一眼。慢慢就解开了啊。大人，你真把这打了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在下自小熟读圣贤之书，一向克己复礼。怎会打人？那头几天在当街还杀了个北齐高手呢。这酒不错。是，不错。老谢啊，那儿还空着2个位子，给谁的？估计是给东夷城和北齐2位大将准备的。北齐来了个文宗庄莫罕，东夷城来了谁？这个东夷城，范大人，没事吧？此人为何持剑入宫？四顾剑门下，向来都是剑不离身，陛下特准的。四顾剑门下，他就是大宗师四顾剑首徒云之兰。云之兰，当日你在街头杀的那2个女刺客，就是他的弟子。这次东夷城派使团来到京都，也是为了此事。他卖酒吗？这个倒是没听说。大人何出此言啊？听着像酒的名字。像吗？范大人，长公主唤你过去，有话交代。
凑近些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我，怎么也没个动静。殿下莫急，随时给您个动静。你若发誓效忠于我，我可将婉儿嫁与你，内库财权也给你，还有更多你想要的。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？伟大的愿望，一定要试试看。臣定不辜负公主期许。嘿，范闲跟姑姑倒是相聊甚欢，不知道在聊什么。这与我何干呀？太子是想收范闲于门下吧？不如咱们打个赌，看范闲到最后会投靠谁？赌什么？拿命吧！好像臣开的这个玩笑不符合礼数，太子殿下恕罪。好啊。庄墨寒到了。你还从未见过庄先生吧？或是天数，北齐出了这么一位文坛大宗师，数十年来视经著文，著作等身。从某种角度讲，他比帝王还要强大。文道传承，在于一身。老爷子也不嫌沉。若是让读书人听到，定会骂你不尊圣贤。我怎么会承认这话是我说的？我听说有人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，期盼你终能成就文坛大家的身份。公主想必不会这么期望。好了，庄先生到了，宴席也该开始了，你也归坐吧。臣告退。机会我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陛下驾到！这边。đứng身吧。谢陛下。陛下已经到祈年殿了。今日轮值的宫女太监禁卫都查过了吗？都查过了，都是家世清白，没有可疑之人。进殿之人有没有行迹诡异的？有。范闲，据禁卫处报，他到祈年殿时身上带了短刃和毒药。
庄墨涵那边呢？庄墨涵只带了一卷旧纸上殿，我的人借机碰我了，里边没藏东西。我觉得庄墨涵也不是一个习武之人，应该闹不出什么大事吧。云之兰持剑上殿的，是。但是云之兰师从四顾剑，跟庄墨涵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云之兰如果要是出剑弑君的话，谁来阻拦？洪四祥、洪公公就在殿外。上山！洪公公，是只夜枭。国少，范协律，范大人叫你呢，叫我啊，叫我什么呀？你是太常寺协律郎，这是官名儿。陛下，你见朕几次都没跪下过，这次以为你还会站着。那岂不是要犯了众怒？看你的眼神里恍恍惚惚，你还挺贪杯是吧？回陛下，场面如此之大，臣难免有些紧张啊。云之兰，你的那2个徒弟就是他杀的。我知道。别看他年轻，可有点本事哦。杀我才算本事。四顾剑的徒弟，就是有点傲气。朕体会到了。范闲，鸿胪寺传来折子，说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，大战由你而起，由你而终。朕不想当众赞扬你什么，来，陪朕喝上一杯。范协律，请留步。陛下，儿臣有话想说。说，范闲除武勇之外，亦是文采照人，儿臣便对其诗才赞叹不止。近日又听闻，与北齐谈判时不卑不亢，进退有度，堪以大用。直接说。来年春闱，不如由范闲主持科考，少年才子提点天下生源，载入史册，或是一段佳话。范闲虽有诗名，但是终究资历尚浅啊。陛下，范闲资历虽浅，才华难掩，儿臣附议由范闲主持春闱大会。
离春闱还有些日子，到时候再定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陛下，这位少年郎便是范闲吗？庄先生也认识他，读过他的诗。此人虽然年少，倒有些诗才，庄先生要多多提携后进哦。老夫本是齐国之臣，庆国政事本不必多言。可这春闱考比，乃是天下读书人立身之根本。选择主事之人，当谨慎为上。庄先生说的极是，春闱的事儿，确实应该慎之又慎。张先生学贯古今，我一向是佩服的，但刚才的话却不敢苟同。我虽是一介女流，见识浅薄，却也读过范闲那篇七言。此人是很年轻，但仅凭这首诗便可看出才气逼人。先生刚才的话隐隐针对范闲，莫不是担忧少年郎后来居上，将来名声盖过先生？在座诸位都是古公之臣，名学大家，自然不喜口舌之争。本宫不识礼数，却愿意为我庆国才子说句公道话。是说那首七言诗吗？正是。敢问先生，有哪首诗能胜过范闲这篇七言的？林睿，殿前休得无礼。庄先生海纳百川，对此等言语不必在意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真是一首好诗，我写了一生的诗，就没有一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甘拜下风了？这诗的前四句是极好的，可世人都说，这诗中最精华的是后面四句。后四句自然是绝句。唉，可惜呀，那不是范先生所写。这诗是范闲抄袭的？是的。朕也觉得好生奇怪，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才呀？范闲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庄先生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庄先生德高望重，空口无凭，说话也算数。陛下，儿臣可以作证，范闲这首诗是在靖王府诗会所作，当时宫中编撰郭宝坤也在场，可为人证。郭宝坤在吗？臣在。这首诗是范闲做的吗？是。这么说，庄先生是蓄意构陷了，或是被什么小人蒙蔽，所以才有此误解。说来也凑巧啊，这首诗的后四句，乃是家师当年由于停舟所作。本来
这样的佳句重现天下是件好事情，但范公子却以他人视作妖名，这不太妥当吧？文人立世，德重于才。这首诗的前4句，范先生文采斐然，自有过人之处，那又何必去贪名求进，要以他人之作邀取声名呢？我再三的犹豫了，是否将此事说破？可仔细的想想，要说出真相，却也是帮了范先生迷途知返。所谓不破不立，重新立德养心。范公子啊，这也是老夫一片爱才之心，并无恶意，望范公子自省。范闲，有话可说。庄先生，令师可是姓杜啊？家师不姓杜。那就没事了。庄先生素有尊师重道之名，想来不会以老师之名胡乱攀扯。但人心难测，眼看后学晚生，声名鹊起，心怀不甘，胡乱编造，毁人前程，也未可知啊。长公主，你这是怀疑老夫道师之名，构陷后晋？不敢，只是我庆国与北齐不同，注事首重律法。先生若要指人以罪，空口白话却不足以为凭。长公主说的有道理。请看，这是当年家师亲手所写，这算不算得上是凭据啊？确实是这4句。其实啊，不用这份手书，也能看出端倪。这首诗的后4句，其中之意苍凉潦倒，要不是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意境呢？可范先生，你年少风光，怎么也有如此悲凉的心境呢？少年强说愁，过犹不及。陛下，陛下，范闲欺世盗名，无耻之尤，如此这般行径，真是将我朝文人的颜面都丢尽了。恳请陛下将这文贼革去功名，逐出京都，今生永不录用。郭少，既然我丢尽了庆国的脸面，为何你如此欢喜雀跃？胡说！我这是愤慨，我这是不耻与你为伍。庄先生要在殿上辨真相，郭少何时知情的？自然是刚刚听到。那为何我今日一到启年殿，郭少就言之凿凿说今日便要看我身败名裂？不知是郭少掐指能算，还是说早就跟庄先生暗通款曲了呢？一派胡言！
暗通款曲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好了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讲究用词？陛下，犬子与范闲素来不睦，二人争执，倒也无碍大局。如今关键在范闲这首诗里，既是抄袭他人诗句，则理当重罚，否则难以平息天下悠悠众口。还是尚书大人厉害，一句话说在痛处。秉公直言吧。庄先生，你说的没错，这首诗是我抄的。范先生，知过而直言，是谓勇也。范先生经过此事，必成大器。您先别忙着夸我了，庄先生，我替我自己抄诗，你替你老师抄诗，咱们俩也算是半斤八两。说起来，你还不如我来得直爽。这首诗乃是少陵野老诗圣杜甫，跟你老师半点关系没有。庄先生替令师欺世盗名，还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。诗圣，你说这位诗圣何朝何代的人物？既是诗圣，可曾青史留名？史书里没他。哦，是这样。因为他的诗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有着千载风流、文采耀目的世界。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仙界？笑吧，笑吧，跟你们这儿比起来，说是仙界，毫不为过。你去过吗？那是我梦里留下的画卷，是我残留的记忆。范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在梦中游历仙界，还背了首诗回来？陛下，范闲所言过于离奇荒谬，如此狡辩，实属欺君，请陛下圣裁。庄先生啊，你老师做的诗多吗？家师著诗良多。那不为人知的也多吗？识海沟沉，少于人知的，竟是刚刚展示的那一首。谁说我梦里只背了一首？史来，莫来。范公子，若是要作诗，老奴斗胆，愿为你抄录。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2、3首诗，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。你不知道，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。我看过的每一个字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记得丝毫不差，历历在目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哼，怕是气急败坏，已然开始胡言乱语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考
朝堂明镜，悲白发，朝如青丝，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分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小桥天下谁人不识君？三春月照小楼昨夜飞半，双栖万物墙角数枝梅，月明中谁对美折腰事权贵？国破身何在？城春抽刀断身，感时花溅泪。地恨你。志士人人今夕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枪管悠悠双满地，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广厦千万，大举天下寒归去，哀悼生虚，现长江之无中。高处骰子安红豆，山无陵江水月，东北是手，西出阳关，高无故人。天上宫阙，人生自是有情曲，万姓人宗命。10年生死，曾伴浮云归晚醉，不知凄凉不思量。今夕千里共时光，知己催人老化气。为父纵使相投，泪滴春山，马家是流水。春宵一刻千字文，花有清香，月王子滩头说惶恐，笑死凡人阳里看人生自古谁无死？连3月下手取丹师，赵汉卿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徒怆然而涕下。过百了吗？哎呦，范公子早就过百了。那就这样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境啊？哼！若没有仙界，这些诗句又是从哪儿来的？那肯定是他自己写的。就算这些诗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算他写了千首万首，也不能证明那首七言他不是抄袭的。随口吟诵便是千古名句，这样的人何必去抄？
又怎些去抄？驻京试文，我不如你；背诗，你不如我；做文坛大家，我不行；做人，你不行。我醉欲眠，君且去。去你妈的！快快快，来，醒酒汤放桌上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对对，去把那个枕头给我弄松软点儿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可别睡落枕了。虚话不便，东墙外等。我说你今儿都醉成这样，咱改天吧。来了来了，小把这个盖上了。哎，来了，快快快，扶床上，扶床上，小心小心啊！哎，慢点儿。哎，给盖上，快快快，小心，盖上。有劳你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有劳。我来照顾哥哥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么多下人呢，哪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呀？哎呀，至于的吗？行了，干嘛大惊小怪的呀？谁还没喝醉过呀？你知道你哥在宫里做了什么吗？什么？成神了！啊！陛下亲自下旨，让宫里护卫护送小范大人回府里。陛下还说了，千万要照顾好他。这位爷，现在可是咱们庆国的宝贝呀！言重了。哎，可没说中啊，范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小范公子今夜醉酒成诗，真是把店里人听傻了，看傻了。好些人私下里说，这可真是诗仙下凡呐。你看看你哥范闲啊，人家多有出息，你呀你就知道睡觉啊！你跟你哥学学啊！他不是也睡着呢吗？让他们出去。你跟他能一样吗？还睡？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照顾哥哥。还休息什么呀？这都成神了，得好好照顾着，煮点夜宵，万一一会儿醒了想吃呢，快去！哎，赶紧的！行了，都走，哥哥要休息了。哦，快走快走，下去，让他好好休息，轻点轻点啊！哎呀，该走了，让你哥好好休息，快走。走就该走。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庄墨涵真的吐血了。是。今夜过后，范闲就是小范实现。由此可见，庄墨涵真是在扯谎诬陷。庄大家
70年生命，一朝尽散了。哎呀，都这个岁数了，一生全毁了。罢了，我也倦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不是吃药了吗？吃药就是为了吐出来。若若，朝中有人跟庄墨涵串通一气，今天是早就准备好的。是谁？长公主郭有芷。长公主？长公主在殿前不是一直为你说话吗？你那么聪明，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女人好阴险。今天晚上我要进宫。哥，你都这样了，就是这样才没人怀疑是我。若若，你替我守住这房间，别让别人进来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不死，绝不让人进门。在这儿候着。说，按照之前所说，一炷香的时间，我引开横死香，你进宫拿钥匙。等等，怎么？你最好别让人看出端倪。我这身衣服和剑，都是从东夷城使团里偷的。云之兰，京都九品高手，就这么几个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潜入后宫的是四顾剑首徒。原来你都想好了。当年和小姐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干这种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自己要小心，燕小乙的剑，你未必挡得住。后宫那么大，未必遇得上。这么多诗，手都抄酸了吧？如今我朝出了文坛佳话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喜事啊！便是这只手抄断，心里也只有喜欢。唉，陛下，可是累了？只是感慨啊！我大庆国以武立国，在文治方面远远不如齐国。这是先帝一直耿耿于怀的。如今天佑庆国，我朝出了失神小范大人。失神啊！我看他是两眼失神。不过这诗写的确实还是不错。可是朕总在琢磨着，这诗是他写的吗？您是哪位呀？抱歉，误会，走错了路。走错路走到皇宫来，阁下只怕是天下第一人。家国所居，迫不得已，前辈见谅，我这就告退。这里是皇宫啊，孩子，不是你想走便能走得了的。
钱。后，你是四股剑门下。燕统领，怎么了？你们方才听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。去我宫来。是。从太平别院经历看来，燕小乙听力超乎凡俗，万一接近稍有不妥，便会警觉。入宫后不可急行，避免纵越。燕统领，可有不妥？并无异常声响。宫里贵人养了狸猫，都胖得出奇。或许刚才响动是因此而起。你们继续巡视。是。还有一处，不可不防。不能走高处。你也想到了。抛去听力不谈，燕小乙是剑手，剑手最要命处总是眼睛。若攀高而行，虽是深夜，却未必逃得过他的双眼。
王青林，大人，找那锁去。就这把钥匙啊，复制一把。这不是钥匙啊，世上没有这样的钥匙，也没有这样的锁呀。被骗了。你别管它是什么，能做吗？这东西极其的神妙，费时。只要大概样子，细处不必讲究。粗略些？粗略些。有多久？若不讲究，一盏茶的功夫。稍等一下，内急。哎，去吧。瞧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有个怪人从这儿嗖唰砸在地上，然后踩着雨伞嗖就飞走了。然后还有个老太监从空中嗖一下就过去了，啊！你看，地砖都碎了。这个是赝品，这个是真品。多谢。谁说它是钥匙啊？用它开什么锁呀？别问这么多。是。大人，你不用跟这儿了，赝品我自己送回去，然后自己回去。好，大人，这算是绝密吧？我信得过你。我是说，锁匠怎么办？你想说什么？大人，要不要除掉他？只是做把钥匙，何以至此？重金酬谢，连夜送出京都。这段时间让他别回来。你在试探我？大人胆子虽大，心肠却软。好还是不好？若是做大事嘛，自然不够狠；若是做朋友，刚刚好。哎，大人，还有一件事啊。说，既然要重金赏赐，还请大人把那重金给我。这时节我上哪儿给你找去？自己垫着。哎，大人，那你是不是给我写个条子，让我9出13进，多少让我赚点儿？滚去！大人，你小心啊！大人这次还算顺利，放回赝品，便算大功告成。只盼不出意外，见事躲着走，切莫节外生枝，应能无恙。长公主在里边等你。长公主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
写情至此，叫人心伤。坐。宴席上范闲的诗，我叫人抄录了一些过来，现在看仍然是首首妙绝。先生觉着呢？是的，好诗，叹为观止。莫非这世上真有仙界之说？仙界之说虚无缥缈，我倒认为这些诗是范公子亲自写的。一气呵成，上百佳句，这岂是凡人所能？难道他真的是仙人折凡吗？如果是仙人临凡，那他是诗中之仙，就非范闲公子莫属了。我连夜叫先生来，是有话想问您。先生答应我在宴席上要将范闲踩于脚底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敢问先生做到了吗？我今日构陷范闲，是赌上了我一生的清明。不过输给这样的人，倒也心服口服。可是就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像范闲这样的诗才，长公主，你事先未曾言明，要不我也不会自取其辱吧。我也真是没想到，这孩子有如此惊人之举。这样也好，功败垂成，好在哪里？幸亏一夜之间写成天下百首之诗，若非如此，天下之人若是听了老夫那些话，都会以为他是抄袭了他人诗作的无耻之徒。他是无妨了，但是先生声名尽毁，那也总好过一生愧疚于心的。你是心安了，那我呢？我将严冰云卖给你们，换萧恩回北齐。哼，这天下有多少人知道，杀人无算的魔头萧恩，竟然是文坛大家庄莫寒的亲弟弟。我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帮了你和你们北齐这么大一个忙，到头来就换得你一句心安。我若不是为亲情所困，我怎么能来这庆国落入你长公主的垢中？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小皇帝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放到将来总要还的。我倒有一事想不明白，像范闲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年纪，他本应是庆国未来的栋梁之才，长公主为何非要除他而后快呢？甚至于出卖自己监察院的暗探。严冰云虽然受了点苦，但是没有性命之危。至于我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对范闲，我就是想看他走投无路的样子。
会不会没射中？箭头已断，还有一些碎步快，肯定中了。没血迹，会不会没伤到？我的箭，重者必伤。四散开，仔细搜。是。那人中我一箭，必定伤重。现在侍卫们正在搜寻。那你不去抓刺客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我是担心殿下安危。有我在，你担心什么？他是为了我好。殿下，小乙，我求你件事。殿下，我当不下这个求字。亲自找到那个刺客，把他给我杀了。不着活口。我方才与庄墨寒在殿内密谈，被他给看见了。殿下，我与庄墨寒做了笔交易，把监察院的严冰云给卖了。你听懂了吗？我懂了。你若要尽大内侍卫的职责，可以马上告知陛下，我不怪你。殿下爱做什么，便做什么吧。当年那个小山村，满门灭尽，就快饿死的孩子，若不是殿下路过带走，早就魂归九幽。小乙的命，愿意随时还给殿下。若是有朝一日举国皆敌，诸生讨伐，小乙也将伴护左右，一路同行。起来吧。殿下，说。我觉得那身影像范闲。范闲？蒙着脸，瞧不出。身形、高矮都差不多。启年殿上，范闲斗师醉酒是被抬回去的，不可能是他。是不是？看一眼便知。若此时范闲不在府上，那就应该是他了。快去！若有人拦你，说是我让你去的。是。殿下，您为何将庄墨寒的事告诉他？瞒不住了。笨手笨脚的呀，小心点儿！这里面这点粥啊，你再全都给洒了。哎呀，真是！若若，哎，姨娘，你还在呢？对，我还在呢。范闲怎么样了？哥哥还睡着呢。啊，那我进来了。睡着呢。你这孩子。一晚上守在这儿啊？我没事的。我是看他昨天晚上饮酒过多，早上就早点起来，让后厨给他做了点粥。范闲他哥哥还睡着呢，昨个有些着凉，我给他加了床被子，风寒灵也熬在火上了，哥哥醒了就能喝。
姨娘，要不要看一眼？不，让他睡，让他睡。你也回去休息吧，我守着。我没事的，我昨个有几句诗看不明白，想等哥哥醒了问问他。你这孩子。夫人，轻声说。前面还有点事儿，我要过去一下。那你，姨娘去忙，你继续守着。这么早就有人要见范闲，可不是嘛？谁呀？夫人就是他。这是后院，您不能硬闯啊！我见过你，你是宫里的侍卫。大内侍卫统领燕小乙，见过柳夫人。怎么，这是要奉旨抄家了？严重了，我是奉长公主谕旨，前来探望范闲。柳夫人也知道，宫里办事不敢耽搁。这才什么时辰呀，这般着急？爱才之心，切之又切。夫人，要我去叫醒老爷吗？我就替长公主看看，问几句话，随后回宫复命。不用了，跟我来。若若，宫里派人来探望你哥了。若若，你瞧瞧你哥醒了吗？这是燕统领。哥哥还睡着，不吵醒他，我就进去看一眼，也好回去交差。那你脚步轻些。若若小姐，烦请让路。哥哥不舒服，晚些再说吧。对不住了。燕小乙，你做什么？公主之令，情非得已。这里是户部侍郎府，公主可管不了朝廷命官。若若小姐，你在怕什么？燕某耳力甚佳，我怎么听屋子里并无呼吸声？若若，你让他进来吧。见谅啊，昨儿晚上酒喝多了些，这会儿实在是爬不起来。还有啊，我晚上睡得熟，呼吸声也轻。燕统领，要不然再仔细听听。请二位回避一下，长公主有话要带给范闲。没这样的道理。没事，姨娘，若若。你们两个帮我把幔帐拉开，我陪燕统领说会儿话。你们两个到外边等着吧。姨娘。把衣服脱了。宫里的人现在越来越缺乏管教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
若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无妨。我没这爱好。刚才宫里有刺客闯入，是吗？抓着没有？跑了。哎呦，这算是燕统领的失职了吧？那刺客后腰中我一剑，必有伤。你先开，让我看看。你这算是怀疑我？我觉得就是你。凭据呢？没有。那你查我可有圣旨？也没有。那我凭什么让你查呀？你心虚了。你刚才在门口推了我妹妹是吧？我到时候会给她赔不是，跪在她面前磕头认罪。你说什么？咱们俩打个赌，一会儿我把衣服掀开，要是有伤的话，你把我送去刑部，送去大理寺，送去监察院，总之随你定罪。我要是没伤的话，你跪在若若面前磕头认罪。我为什么跟你赌？那你请便。我可以自己动手。我昨天晚上写了多少首诗，你数了吗？你这会儿对我动手，陛下跟百官怎么治你？我不在乎，连累长公主也不在乎。要是不敢赌的话，自己推门出去，不送。你在唬我？你想多了。好，我赌，把衣服掀开。那这一剑，要是没有刺出伤口，岂不是白赌了？中我一剑，就算大宗师，也会有伤。原来如此。燕统领，毒品怎么样？给你赔罪。燕统领，要不留着吃个早饭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推了我妹妹，让他磕头都算轻的。你这孩子倒是护短儿。姨娘，若若，我还有些困倦，想再睡会儿。也好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哥，没事，回去吧。走吧。别忍着，吐出来。幸亏路上遇见树，又要赶回府，又要瞒着燕小乙把人送进来，都不容易。你中箭了？中了。燕小乙的箭？我不清楚，他说是就是吧。没伤口。叔，你还盼着我受伤啊？他刚才不是夸口。中了他的箭，大宗师都要带伤。9品以上的箭手，全天下可就他一人。巧了，箭射在腰上，被东西挡住了。就这钥匙，
就这钥匙。燕小乙出剑，只怕生铁都会被射断。可偏偏这钥匙安然无损，实在瞧不出什么材质。事情都办好了，还差一点。这把赝品没来得及送回去。为何？撞见了长公主密会庄墨寒，听到了大消息。长公主私下跟北齐做了交易，出卖燕冰云，就为了换回萧恩。你知道吗？萧恩居然是庄墨寒的亲弟弟。所以为什么没有把赝品放回去？行吧，反正这世上也没什么事是你关心的。这个不着急，回头我想个办法放回宫里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终于能知道老娘当年留下这个箱子里边装的都是什么。这是你的记忆，你来。可是这箱子里的东西，或许不是留给我的。打开才知道。哎呀！你笑什么？叔，你不知道，这个世界真是要多荒谬有多荒谬。你好像很惊讶。不是，你知道这个东西要多少人多少年才能造得出来吗？这都10几年了吧，还能用吗？我不知道。随便试试吧。陛下，臣失职，那刺客下落不明，但臣敢肯定，刺客一定中箭了。你跟他说说。刺客有2人，有1人先潜入后宫，我追出宫去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调虎离山。那个抓住了吗？不曾。从您手里逃脱了，来的是大宗师。那人身手只是出尽9品，却很是滑溜。那人用的剑法是四顾剑。四顾剑？东夷城的使团还在京都，难道是云之兰？不会是他。会不会是用四顾剑来混淆视听的？不会，那人四顾剑意已得精髓，那就必定与东夷城有关。陛下，去使团里搜，就算不是云之兰，也一定和他有关系。有真凭实据吗？搜到那2个刺客就行。如果搜不到呢？这2名刺客深夜进入宫闱，全身而退，传出去，我庆国的颜面何在啊？臣请罪。老奴眼见四顾剑真传，一时没忍住，想多瞧瞧，才一直追了许久。说起来，是我的错。认错之前，先想想为什么刺杀李仁瑞。自然是引起京都的混乱。然后呢？是啊，若刺杀成功，死一个长公主，对东夷城有什么用处？下去吧。是。
看，我说不行吗？这下真的打不开了。口令正确。开了。为什么呀？说，我现在严重有理由怀疑你跟我娘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真的记不清。不用你说，我就看看他留下的是什么。你确认过不是范闲？应该不是。我早说了，范闲夜宴斗师，酩酊大醉，怎可能是他？2个刺客合作行事，或许和东夷城有关。他们要来做什么？杀我吗？陛下也为此生疑。小野，这件事情不合理。想办法告知庄墨寒，让他离开南庆，越快越好。是。这件事不对劲，是不是？我要好好想一下。这帖极好，却不知用何种方法才能打磨成这般模样。只是不知道，小姐留下这些东西，到底有什么用处？杀人用的。杀人？未曾开封。你知道这东西？我知道。说。这是真正的好兵器。兵器？绝世兵器。信。上面写着“五竹起”。你念给我听。给你的。我的东西，你都可以任意看。好。放心，放心啊！行，那个我就送你送到这儿了啊。记住我说的话啊，拿着东西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不要回京都，不要让别人认出你来。哎，放心吧，为了这事儿，把胡子都刮了，没人认得出来我。好，你走吧。哎，马不是说送给我吗？给我的呀！你说好的事儿，马是要送给你的，那就别了嘛。你知道这马我花了多少钱啊？这个都是我垫付的。对呀，说好的事儿，你怎么又赖皮呢你？来，走。昨天晚上的事儿不要告与别人啊！啊，懂规矩。陈院长。那个人是谁呀？
我问你话呢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人是谁呀？他就是个锁匠。是这样的，昨天呢，我让他帮我把别人家的门给开开了，然后我就让他现在赶紧走。陈院长，您看我这是头一次犯偷窃这毛病，您就饶了我吧。我可以派黑旗把那个人追回来。不，我真的就是让他配了把钥匙。昨夜皇宫刺客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和范闲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你可知道他的厉害？知道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昨夜皇宫是不是范闲？不是。怎么不念？老娘这用词儿还真是另有一番天地。我念了：可爱的小竹竹来亲个。小竹竹就是我。我知道。这有什么可笑的？没有。姐姐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很多次想给你介绍个媳妇儿，结果你总是冷冰冰的。老娘我不对，辈分乱了。老姐，我觉得你要是能多笑笑，一定特别招姑娘喜欢。我觉得她说的对。说，她给你相过亲吗？不记得了。你生气了？为什么？算了，我接着念。这会儿我一个人留在京都，就想着写封信给你，你不听劝，又去那个庙里打架。我估计你还是赢不了，终究要逃回来，所以特地写点东西提前嘲笑一下。说，你笑了，是吗？你真去那个庙里打过架，还打不赢？好像有这么回事。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庙吗？不记得。为什么要打？不记得。老娘跟你和那个神庙到底什么关系？算了，我知道你肯定也不记得。接着念吧。我一直担心一件事儿，担心你活在这个世上，没有好奇，没有欲望，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把这封信放在箱子里，可又没让你打开。如果有一天你能主动打开箱子，读到这封信，那我会很开心，也会很意外。能不能告诉我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主动打开这个箱子？没什么力量，只是想知道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。你还会不会提起我？五竹说：“你继续念。”老娘我来到这个世界（括弧老娘就是老姐），我来过、看过、玩过，当过首富，我还
还拔过老皇帝胡子，就差统一天下了。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我还有想做的事儿，就是想让这世界更美好一些，让所有人的笑更灿烂一些。听上去很傻，是不是？不许笑。我没笑。写着写着，怎么觉得像遗言？小猪猪，不知道你看信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多久？不知道我还在不在？如果我已经不在了，就把这箱子毁了吧。老娘的故事不需要其他人知道，他们不配。小猪猪，其实你不明白，我来自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孤单，这世界人来人往，可我依然孤单。老娘真的很孤单，但是幸好最孤单的时候，都有你在陪我。小猪猪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念完了。你想他吗？怎么叫想？想就是你走路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打架的时候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不管你身边有多少人，心里总是浮现一个人的样子，默念一个人的名字，听到很多人说话，但是想听的只有他的声音。遇见过许多面容，但是想见的只有他的笑容。如果这样，那就是想了。那我想他。